嘿，大家坐了15个小时的班机，终于到日本了。那这一次呢，很期待，这是我们的家族旅行。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我们都住在不同国家，所以平常联络感情就是靠 LINE 还有表情包。那这一次的主题呢，就希望通过旅行呢，让大家感情变好，然后团结一心。会吗？不一定会变好。好了，目标就是大家不要吵架，然后每个人都开开心心的。旅程刚开始就翻车啦，忘记车票有附餐，结果我们多买了2个火车便当。车长小姐应该在偷笑，还好小当家超爱吃火车便当。怎么了？很好吃 ，sorry。看到细节印的超精美的菜单，瞬间会有我已经在日本了的真实感。旅程真的开始了，好开心！吃饱才躺一下，屁股还没坐热，就到了目的地仙台了。距离从模特楼出发已经过了19个小时，我头发好油哦。下来接我们是我的小姑，小当家的妹妹。她很爱紫色，这次行李只带了紫色的衣服，我们就叫她紫衣魔人吧。和家人1年没见面了，这是我的婆婆珍妮佛，欢迎珍妮佛在频道初次登场。Hello， 我们站照了。来，珍妮佛。太久没见面了，在妮佛的房间聊个不停，聊到被赶出房间。好多可爱的小店哦！你看这间店好可爱。今天其实是旅程的第3天，我的影片时间轴决定要像时间魔法师导演诺兰一样错综复杂，到底哪一天才是第1天的烧脑剧情？剪一剪就变这样了，应该是没有人会在意啦。今天的行程分2组，一组上山滑雪，一组搭缆车上山看树冰。缆车组在山下排了2个小时才成功上山，滑雪组坐椅子缆车，这边完全不用排队，已经上到山顶看到树冰了 Snow Monster。珍妮佛看起来还蛮开心的，但是山顶很冷，零下-10度，他们拍完照就逃下山了。下山后阿木逛纪念品店比较开心吼。树冰冰原道的风景真的超棒的，跟北美的雪场完全不一样耶，能在这里滑雪由衷感到幸福。小当家滑太开心，回过头来发现不小心把他老婆丢包了。小欧来了，小欧要休息吗？我跌倒了，可以休息哦。我们租雪具的店家是 Shiba Ski， 这是一对很亲切的老夫妇经营的小店，老板娘英文很好，沟通无碍，而且很有效率。店家呢离缆车站很近，5星好评推1个。来到了珍妮佛最想去的地方，固斗山形是山形最大的欧米亚给店，全山形的伴手礼都在这里了。婆媳2个人很认真的在 shopping。果酱、西洋梨酱，那你觉得公司同事刷这个会开心吗？不会，不会啊。你看这个卖第一名的产品。不要，看起来烂。结账看一下，到底珍妮佛买了多少？哇！离开藏王温泉开了20分钟，来到隔壁城市的上山温泉。非常期待今天的旅馆——日本之宿古窑。有很多跟我们一样是刚滑完雪的人。今天又是全家团结一心，全部人住同一个房间。看看这间房间的无敌山景，哇，这房间也太大了吧！可以远眺藏王连峰，像张大千的山水画耶。哇，房间里呢居然有自己的烤箱3温暖，还有自己的温泉池，哀人有3。哇，这边有那个泡茶区。哇，水也太多了吧！接着呢，我们去大厅呢选特别的浴衣花色，紫衣魔人只花1秒就选了紫色。滑完雪全身酸痛的我只想躺在沙发不想动了啊！泡完温泉被拖来吃晚餐了啊！今天的晚餐好华丽啊，是终极的洗盘子地狱。对不起后厨，实在是太美了。每一道菜呢都有一种对应的蘸酱，每一种蘸酱的颜色还不一样哦，设计真的有够用心。这道8寸呢像是吃了16寸，大家都吃得很满意。下一道陶板蒸鲍鱼，趁热加上1块奶油，好像高级铁板烧的吃法。鲍鱼的肉质好 Q 哦。下一道点着光明灯的生鱼片拼盘，在深山里可以吃到这盘真是太奢侈了。今天吃的牛是山形牛的天花板米泽牛，这柔软多汁的和牛，天哪，好好听的声音哦！
再用和牛逼出来的油脂煸旁边的蔬菜，加上拌了五木菜的炊饭，我希望人生永远停在这一刻，太好吃了。饭店很有名的是窑烤布丁，这个我常做，一吃就知道蛋黄加的特别多啦，是假装成布丁的布雷。房间呢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晚上就是一家人开赌的时候了。这是小当家特别带来给珍妮佛专用的沙漏，因为他每次都会想很久，大家会等到睡着。有人也会玩以色列麻将、拉米牌吗？拍谁啦？今天不小心连2拉2，大家直接无奈洗睡。我是个坏媳妇，我会好好检讨的。高级的香温暖变成珍妮佛的晒衣场了。大家早安。早餐是自助餐，自制力不够的话呢，又是吃到吐的一餐了。嘻嘻，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日式早餐自助餐了。师傅呢亲笔烙印签名的厚蛋玉子烧，现做的，超甜超多汁，鱿鱼饺超酥脆。高级的蜂巢蜜只是要淋个法式吐司是米面包职业病发作，开始认真研究拿一个来吃吃。超级无敌认真的打饭区，坚持不给我自己打饭，除了都是用山形特产的米竹鸭希美，还有烤到脆脆的御饭团。御饭团还可以再冲泡成茶泡饭，我不是才刚拍这个食谱影片吗？好巧哦，这白饭区真是太让我感动了，好想每天都这样吃。觉得自己变很胖，在做棒式还债。今天0度又下雨，但是遇到最有挑战的行程爬山寺。我们呢有从加拿大帮大家带冰爪，不然感觉一定会摔到出人命。阿布加油，快到了！哇，加油加油！等一下就换我们了。山寺参拜的阶梯有1115阶，冬天攀登真的是很刺激。不过大概只要半个小时就可以爬到山顶了，如果你体力还算不错的话。冬天的雪化妆真的好美哦，非常值得来一回，是绝对值得冒着摔死风险造访的景点。你看山顶这么美。下山太饿了，在山脚下一人素了一大碗的手打拉面。超大吃得出来是现打的面呢，超有嚼劲的，我好喜欢哦。汤呢清淡好喝，三行人的肾应该都蛮健康的。接下来我们离开雪国山行，去风光明媚的松岛海岸。哇，开到海边就好有度假气氛哦。今天入住这间松岛一之方旅馆，规模超级大，有点惊人。check in 的时间呢也是下午茶时间，点心饮料冰淇淋自助无限吃。这家饭店分分秒秒都展现了要喂爆你的决心，连走去房间的路上走廊也设了一个零食小站。我有这么饿吗？冰箱有什么？啤酒喝到饱太扯了。5个人。哇，超棒！哇塞！哇，这是什么？哇，家风啊！你看这个，天哪，这个 view， 房间的 view 超棒，水岸第一排，无敌海景，日本三景之一的丰岛海岸一次看到饱。去楼上呢，想看看珍妮佛的房间，才发现他们陷入一阵骚动。有没有搞错啊？这个就5人房耶，大的离谱啊！我记得是我特别帮你们订的大到可以睡10个人啊！因为房间实在是太大了，没错，3人房有8人房这么大，珍妮佛要发疯了，大的离谱啊！他觉得小当家是不是订错房啊？对，我们刚刚讨论了很久，终于厘清这个问题。现在来看一下他们3个人的房间，尺寸超扯，导致我们不觉得这是一间3人房。莫名巨大，到底现在是晒雨衣？晒雨衣怎么已经变珍妮佛晒雨衣的地方了？怎么办？都有点奇。这边是爸妈的房间，光是美眉这一边就可以睡5个人了。顶楼的海景实在是太棒了，早上呢还在雪山山顶，下午居然就在海边晒太阳。房间之乱落幕了，冷静下来之后，泡完汤就要吃晚餐喽。松岛一之方的晚餐呢是套餐式的自助餐，什么意思？简单说就是有法式和日式2个套餐的菜单，厨师做好了，但不会端来给你，他需要认真摆盘一下。跟自助餐的观念一样，你要自己去料理台拿。好处是吃得下的话，2组套餐你都可以一次吃完哦，分量无限，吃到你吐。哇，当地特产牡蛎，好大一颗哦。早上6点，小当家一个人泡岩盘浴，我一个人在松岛海岸慢跑。在这里跑步实在太幸福了啊！日出被称为黄金时刻，不是没有原因的吧？刚刚那个柱子应该是科棚，我觉得啦。来了，要上桥了。跑到岛上了，
早上出来的跑步就是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饭店呢，跑到这边其实才2公里而已，蛮近的，景也太美了。耶！好，那我现在准备跑回饭店去吃早餐，拜拜。叫紫衣魔人起来吃早餐。起床了。早餐也是套餐式的自助餐，我就是为了这个才会慢跑的。特别食材是藏王优格，哇，好稠哦，精品优格的感觉。巴氏吐司加冰淇淋是最受家人欢迎的甜点，用的是加拿大的枫糖内行哦。房间有个吊床，非常 chill。缺考之前再泡一次澡，连泡了6天，很惊讶我的皮肤怎么还没泡到皱掉。这个温泉饭店非常大，有多大呢？大到有自己的玻璃博物馆，里面收藏了很多珍贵的玻璃艺术品。好想买哦，超可爱耶！牡蛎抱枕，很软。风很大，还是拖着大家去松岛海岸走了一圈。福浦桥呢是台日友好之桥。哇，我的漫游费988哎！喂，手机给我！你这个败家子！贝狗，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是大 eSIM 时代了。Sally eSIM 呢，价格合理 ，APP 使用方便，同时支援190个国家。也就是说，旅行到不同国家都是用同一个 app 哦。出国前呢，你只要选一个方案，我们家选10GB 方案。手机点一点就有网络服务了，时代就是这么进步。透过 Sally， 你可以省下昂贵的漫游费用，多吃几口和牛，然后清楚掌握国外的上网费用，也不用担心有意外的隐藏费用哦。这次不管是在山形深山或者是仙台市区，网速跟连线都非常顺畅。赶快下载它的 App， 或是到它的网址 sally.com/CIAO， 结账的时候输入我的折扣码 CIAO， 还可以再享85折哦。耶！离开宫城县要前往山形县咯，风景巨变，一进了山形呢，就回到我熟悉的雪国风貌了。今天的行程非常吃货，就只有吃早餐、吃午餐、泡温泉、吃晚餐，就这样够废吧？午餐是这次旅程我最期待的一家餐厅，我们现在在山形的深山小镇里，这家出羽屋珍妮佛是一家山菜料理专精的旅馆，可以拿下东北第一塔贝洛库 4.37 这种神级评价，真的很厉害。带着敬畏的心来朝圣，不能讲好笑梗，接下来我要认真用心品尝。这是一家开业96年的老旅馆哦，外面下雪，好冷。进门呢，可以在暖炉前暖暖脚，很温馨哦。我们订的是第4代老板亲自主持1日1桌限定的主厨套餐，原木用餐空间配上窗外美景，真的是美呆了。珍妮佛满意吗？满意，露出很满足的微笑。旁边的住厨不是别人哦，是这家温泉旅馆的女将 Okamisa， 也就是老板娘 Yomesa。旅馆 No.1、No.2 都在这里，那现在旅馆怎么办？夫妇齐心料理的画面实在太美，还没吃我就帮他贴上生涯最佳用餐体验的标签了。这种要跟 chef 抬杠的场合，就交给大一人我公公，我可以好好享受这永生难忘的一餐。搭配的茶是很好喝的台湾茶耶，应该是 chef 贴心的小心机吧。开场鸡肉丸子汤，食材是松鸡，肉味呢很清淡，包着像碧琪口感爽脆的山菜，鸡汤浓郁不腻口，非常温润。这道呢是他们最自豪的前菜，也是我们这次来这家餐厅的原因。老板非常坚持不时不食的精神，而且只采用本地的山菜来入菜。到底这些菜能有多好吃呢？像这盘不起眼的山中野菜，吃起来都很清香顺口，只有恰到好处的发酵风味。真希望每一天都可以夹一点来配饭吃。中间占 C 位这道居然是苔藓哦 ，chef 说这是他们的冬季招牌食材，没想到吧？我是第一次吃苔藓 ，chef 呢跟我说，可食用的苔藓只有几种哦。是担心我回家看到路边苔藓就刮起来吃吃看吗？真的没想过苔藓可以这么好吃耶！是先用醋软化，再拌入核桃和味噌腌制而成。这是2代老板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出来的一道菜哦，不是为了末日食物危机硬开发出那种末日料理。当下呢，我有认真考虑是不是要来这里打工换宿。这种不张扬但充满内涵的料理风格，真的让我非常感动。那这样巧照咖怎么办？变成山菜照咖了吗？这还只是前菜而已。下一道是类似胡麻豆腐，但不是豆腐，食材是葛根粉跟百合根，还不错吃哦。这餐呢很考验我们的日文翻译担当小当家，一些很冷僻的山中野菜名称听不懂。这莲藕天妇罗超扯的，这个大概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莲藕了，没有之一。东北的大雪果然能够培育出很多救急哥吉拉级蔬菜，超甜超绵密。你有看到吗？有。
会牵丝是我从来没吃过的莲藕口感，说它是一种全新的蔬菜，我也会相信的。哇，野猪，哇，好大哦！下一道菜野猪肉，原来在山里跑的都算是山菜的一部分啊。野猪肉呢很爽脆，油脂很甜，一点都不腥哦，配上牛蒡丝，烤的清甜口感。备长炭炙烧河鳟，意外的油脂香气直逼鲑鱼肚，很好吃在东北地区才会吃到的鲤鱼生鱼片，味道还是有点腥，会怕怕的，不是很习惯。这道吓死我了，是熊出没注意的那个熊啊！当然chef办事我安心，吃熊肉呢第一次就交给他了。我公公有跟chef说，台湾的黑熊是神兽一般的存在，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心理道德拉锯和文化冲击的体验。在佐藤主厨的魔法料理之下，熊肉切丁做成熊肉燥，放进茶碗蒸，配上各种野菇，全家也是稀里呼噜一下就吃完了，口嫌体正直的好吃。菇菇料理有一咪咪可惜，野菇的风味呢被帕玛森cheese盖过了。鸭胸是今天最精彩的一瓶，用山葡萄熬制成日式的巴萨米克醋，这个稠稠的酱汁。鸭胸的熟度 perfect， 配菜的红萝卜是山形的雪藏红萝卜，chef说他烤了3个小时，是完全不输给鸭胸的存在。小姑，身为一个非常痛恨胡萝卜的人，觉得这个红萝卜怎么样？超甜，对不对？对，吃过最好吃红萝卜。chef 这个饭锅也太炫炮了，我也想要一个五木菜拌饭，这个不用配菜我都可以吃2碗啦。最后呢，用温暖的野菇味噌汤为今天的料理做了结尾。今天呢其实是我公公生日，主厨最后还送了一本出羽屋的精装书当礼物，他们人好到仿佛我们今天是去朋友家吃饭一样亲切，这就是完美的一期一会吧。最后呢，龚主厨帮我们在书上签名，他写了与山共存，真的从他料理呢就可以感受他贯彻的强烈信仰。想预约的话，你可以透过 IG 跟他预约，不用打电话哦。我会为了他特别飞来山形再吃一次的，再会了，出羽屋。哇，这是硫磺泉耶，绿色的耶，而且呢，路上都是浓浓的硫磺味。刚刚在车内的时候，妹妹一直说是不是有人放屁。今天入住呢是300年历史的老旅馆深山庄高建屋。这个饭店呢都是楼梯，格局跟迷宫一样，非常刺激。我迷路了好几次，一直都找不到回房间的路。整个氛围呢很有神女少女钱婆婆汤屋的味道。我们这次订呢是5个人都住在一起，房型呢蛮特别的。进门之后是传统的温泉旅馆和室房，晚上呢我跟妹妹要睡这边榻榻米。我们这边呢有自己的汤屋。刚刚他介绍说这个是热水，不是温泉，温泉是额外在旅馆在泡的。房间里的动线呢也像是迷宫一样，另外一间卧室居然是在楼上，根本呢就像订了2间房，而且楼梯呢还要走很久。珍妮佛住的这边是西式床铺，有一间独立的卫浴，窗外呢可以看到藏王的雪景。吗？珍妮佛，房间很酷吧？旅馆呢美归美，有长辈同行的时候入住这间真的要3思。饭店呢门口楼梯非常多阶，我们都套了冰爪才敢走上去，下雪加上结冰真的超级滑，连帮我们拿行李的旅馆服务人员呢都在这个楼梯直接在我们面前爆摔了好几次。不要小看艾莎女王的魔法。晚餐是传统的日式温泉旅馆怀石料理，主角呢是藏王和牛的陶板烧。来东北的好处就是每餐都是海陆大餐，泡完温泉吃晚餐最放松了，干杯！猜猜现在回到第几天？早上起来小当家自罚吃1颗便当，这种会自己加热的便当可以冰冰箱，要吃的时候再加热，蛮方便的。但踩到雷，牛排这边呢肉很柴，牛冻这边刚刚好，没关系啦。旅行的时候呢，带着一个慈悲的心看开一切吧。配上珍妮佛补给的养乐多1000，和他一起旅行的好处呢，是一路会被无限补给，喂食很多东西。缺点是回到家会胖5公斤，不夸张。好久没喝养乐多了，是不是很甜？蛮甜的，但跟记忆中差不多味道。全家合体的第一餐是吃仙台车站里的 Day Cafe Order， 果然是人气店，早上7点半一开门就要排队了。点一个饭团生套餐就有豚汁味噌汤和酱菜，对我的食量来说已经是完美的早餐了。珍妮佛还塞给我一只仙台特产的甜点毛豆泥丸子。
真的要推荐一下这一家的豆次郎饭团，不愧是人气第一。微微调味过后的宫城县特选米，拌入毛豆、鹿角菜、红萝卜、豆皮和牛蒡，微甜咸香，撸假撸刷嘴，我可以再吃3个没问题。珍妮佛发零用钱给2个出国忘记换日币的人。小姑的化妆道具整桌都是紫色的。这一次的旅程会横跨宫城县到山形县，我们租了一台阿法装甲运兵车，什么欧米亚给都还没买，行李就差点装不下车了。到底是谁带这么多东西？第一天的行程是仙台市区观光，高纬度的森林，大树又高又直，走起来就是舒服。珍妮佛日文很好，在买票，沟通无碍。紫衣魔人拍每天的 OOTD。能通过极魔人考验吗？拍正不要哇，失败了！净化你的精神呢，不是水而已。好冰哦！日式庭园好漂亮。仙台的景点大多和战国名将伊达政宗有关。独眼龙正宗他叫独眼龙。他除了骁勇善战，同时也是非常知名的美食家哦。但正宗的老家已经被烧掉了，自产失败的正宗。刚好遇到传统的婚礼仪式，一家人会后面八卦，是不是地方望族才可以申请用这么有名的景点办婚礼呀？我是觉得运气很好，沾到喜气了，祝他们永浴爱河。最有名的地标收集完成，拜拜正宗。中午来吃仙台评价最高的牛舌餐厅阁，没办法定位，只能排了1个小时的队，但还好旁边就是一番低音商店街，排队时家人可以去旁边逛街。这是一家专攻牛舌料理，用背长炭炭火烧烤超厚牛舌是他们的招牌。让我有点在意呢，是这盘小菜番茄沙拉。我不太敢吃番茄，可是这个我可以耶。吃了一口才发现，撒了砂糖和和风酱的酸甜口感和牛舌料理太搭了，必点。烤牛舌就是要配山药泥麦饭啊，呵呵，太幸福了。这家的副汤呢是牛尾汤，也很好喝。外面的气温只有1度，让这个汤更好喝了。珍妮佛点的牛舌咖喱也很好吃。这有多好吃？好好吃，您不想讲话了。第2天的住宿，今天是来到秋保温泉。今天的旅馆是去年4月底才新开幕的新野界秋保，看看房间的无敌窗景。我当初呢就是因为看了这风景卡就刷了。我们都想直接睡在窗边的沙发上。珍妮佛表示赞。我超不会 room tour 的，随便走一走。嘟嘟嘟嘟。先说这整趟旅程我都没有用到房间的浴室，因为每天呢都是去大浴场泡温泉时候洗澡的。check in 的时候收到大阪的朋友寄来超级大福袋，这是一个非常扯的福袋，里面大概有100样好吃的点心。腹背受敌，转过头呢还有珍妮佛在路边买的水果和麻薯点心这趟旅程结束后我裤子还穿得下吗？麻薯呢来自于祖父的店，泡完温泉皮肤滑滑的，来吃晚餐了。我最爱吃怀石料理了，怀石就是我活着的意义。来看今晚的菜单，洗涤我的心灵，用看就饱了。我的小鸟胃又要逞强了。开胃菜是牛尾酱配最中饼，日菜法吃，很有创意耶，有看到主厨那个想要 fusion 的感觉。我们的白饭已经在旁边偷偷的开煮了。怀石都会有一道下马威用的8寸，今天的8寸呢，就仿佛是我们房间看出去河川山景，气势磅礴，海产摆在河里，山产摆在山里，没有，山上有只虾子。生鱼片都非常新鲜，这种用心费工的蔬菜香肉卷是我的最爱。稠稠的海菜，感觉就很顾胃。住温泉旅馆实在是太棒了。主菜厉害啦，仙台牛加牛舌刷刷锅，盘子里呢的蔬菜是仙台水芹，高汤是味道非常浓缩、浓郁香醇的牛骨汤，是不能喝的。你可以不喝，但一定要请你朋友喝。这肉涮下去3分熟，再加1片马粪海胆，海陆大餐的强烈冲击，好吃到会觉得自己活着是一件很过分的事。仙台名物水芹味道有点惊人，跟台湾的苦瓜和常年菜有得一拼哦，就是非常健康的味道。日本人最自豪的白饭开盖秀，这时候我已经120分饱了，但是日本人真的超会煮饭，就算会饱到吐，我也是要吃一碗。天哪，配上牛舌炖煮和酱菜，也是扒完了1碗饭，再喝了1杯味噌汤，已经300分饱了。但甜点是装在另外一个胃的，完全没有问题。完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时差中的小当家早上5点就起来泡温泉，还吃了1支冰棒。天气很好，我就去慢跑了。清晨的秋保市非常美，路上的阿姨呢很友善的，都会帮我加油，乡下真棒。
要吃我最期待的早餐，泡完温泉食量已经重置。今天呢是吃宫城县地方料理，看看呢要拌这一碗白饭给了我多少配菜啊！哇塞！饭后珍妮佛公发优酪乳和水果喂食。吃完饭，珍妮佛会忙一阵子。我跟不懂弄给你老公。第一个，每个人要先吃瓦卡波斗部位。对，牙线来，这有了，有了。啊哈，来收到牙线。走一走就有肚子吃午餐了。今天吃塔贝罗谷东北区排名第1的回转寿司回鲜寿司盐福港。很可惜，寿司郎事件之后呢，转盘上呢也是没有寿司再转了，少了一个气氛。但瑕不掩瑜，这里的寿司料真的超豪迈、超大片的，价格又很实在。车子里家人都说不饿，但一拿到菜单就突然醒过来，开始狂点。5个人最后吃23000日币，珍妮佛请客，谢谢阿布。吃完呢，去逛餐厅隔壁的小七，说是小七，这应该是我逛过最大的小七了，根本就是一个大型超市的规模啊。明天呢，我们就要回台湾了，最后一餐晚餐收工吃超商。到了最后一天的饭店，仙台的玉树椰奶，哇，和式风格还不错啊。虽然是小饭店呢，也是有温泉，就算在仙台市区也是可以泡温泉的哦。这饭店走路都赤脚，很有趣，连坐电梯都是赤脚。穿着袜子在榻榻米上坐电梯的感觉很奇怪。晚上泡完温泉还可以吃冰棒。Dormy Inn 系列饭店早餐从来不会让你失望，配饭的小菜选择超多，东北的小菜就是一个狂啊。早餐呢也是生鱼片啊、鲑鱼卵啊，任你吃到饱。天妇罗区居然有现炸牡蛎啊！李玉味噌汤，我们又见面了 ，Hello 啊！早餐这一桌也太澎湃了，最后一天早餐也是要吃到吐就对了，多么美好的回忆啊！市区血拼，珍妮佛呢很高兴买到高尔夫配件，和紫衣魔人买到姐妹裤。机场的免税店只有1家，但还是可以血拼哦。仙台的免税店非常混乱，然后他不推荐我们进贵宾室，所以每个人给我们那个消费券、抵用券2300块日元，所以大家又来消费。这是我第一次搭星宇航空，飞机餐呢还不错，机上有喝到珍奶，就有回到家的感觉了。在旅行中有家人这样热热闹闹的相处是很珍贵的，我会好好珍惜这样的旅行时间。希望大家喜欢这集，Ciao。